第126章大围剿。清冷的月光从天际缓缓洒下，将整个森林都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神秘纱罩。一处山顶之上，少年嘴中紧咬着衣衫，额头之上冷汗密布，抓住树干的手掌青筋密布。在少年赤裸的背上被倒满了红色液体，身体有些虚幻的老者正拿着玉牌缓缓地刮动着，而随着他手掌的每一次刮动，那少年身体便是一阵剧烈的抽搐。待得将红色液体完全涂满少年的后背之后，老者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下了手，低头望着那疼得脸庞抽筋的少年，幸灾乐祸地笑道：舒畅吧？舒畅个屁！背上传来的火辣辣疼痛让得萧炎直接破口大骂，他实在是对那股灼烧般的疼痛有些心理阴影了。嘿嘿，笑了笑，药老低头望着那逐渐在萧炎背上挥发的红色液体，这才微微点了点头，随口询问道：怎么样？有没感觉摸到7星斗者的门槛？闻言，萧炎顿时翻了翻白眼，撇嘴无奈的道：这才刚刚突破6星斗者1个来月，如果现在就继续触摸到7星门槛了，你认为可能吗？每一阶的最后3星可是最难以突破的，距离我们出来修行可已经过了快将近5个月了，距离你与云岚宗那丫头的约定也仅仅只有快不到1年时间喽。药老淡淡的笑道。微微愣了愣，萧炎舔了舔嘴唇，皱眉道：不知道他现在到了什么级别？2年前他便已经是3星斗者，按他的天赋以及云岚宗的实力，我可不认为他会比我弱。的确，虽然我有很多种办法让你实力骤然提升，不过那些都是具有非常强的后遗症，使用了那些秘法，你恐怕以后将会永远停留在那一个层次。药老缓缓的道，瞥了一眼沉默的萧炎，道：那些秘法，哪怕你真的败给了那丫头，我也不会让你使用，那代价太大，我可不想在那3年约定上输给他。你知道这2年我付出了多少？他是我能够在这些苦修中坚持过来的重要因素。萧炎翻过身子，仰头望着天空上的银月，伸出手掌，虚眯着眼睛淡淡的道。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偏过头望着身子有些虚幻的药老，撇嘴道：而且当初老师可是说好了的，能让我追赶上他。你这小子！瞧着耍无赖的萧炎，药老无奈地摇了摇头，手掌一探，森白色的冷焰在掌心中浮现出，目光盯着那团轻盈跳跃的火焰，苍老的脸庞上有着淡淡的笑意。放心吧，我若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有什么脸在你面前夸海口？不过我能让你提升实力，是在你有时间按我所说的方法修炼的前提，可你现在被撵得满山窜，可却是在浪费着你本来就不多的宝贵时间哦。药老戏谑道。翻了翻白眼，萧炎摊了摊手，无奈的道：其实老师只要放个屁就能蹦死他们的，可你却偏要装高人不肯动手。啪！手掌拍在萧炎脑袋之上，药老笑骂道：若什么事都要我给你解决了，你还活着干什么？与人争斗，又何尝不是在增长你的心智与阅历？耸了耸肩，萧炎再次反过身来，苦恼地呻吟了一声，嘟囔着骂道：那群混蛋，迟早把他们给全部干掉，太浪费我的时间了啊！扯着嗓子干嚎了一阵，萧炎忽然再次把衣衫咬在嘴中，含糊的道：老师，继续吧。闻言，药老愣了愣：你还能坚持？哎，我没那么多休息的时间啊。少年将头埋在衣服之中，闷声道。望着那再次全身绷紧的少年，药老愣了片刻，少年骨子中的所隐藏的桀骜，让得他脸庞上浮现一抹欣慰，微笑着点了点头，再次从那戒中取出一瓶粉血，然后倾泻而下。寂静的夜中，少年牙关中泄露而出的颤抖冷气缓缓地盘旋不散，炽热的阳光透过树枝的封锁，在重重密林中留下无数细小的光斑，煞是美丽。身体蜷缩在一处隐蔽的丛林之中，萧炎紧皱着眉头，望着下方不远处进出的佣兵人群。这里是进入魔兽山脉的主干道，虽说平日来往的佣兵并不少，可今天萧炎却是隐隐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视线透过草丛，萧炎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些来往的佣兵，半晌之后，瞳孔猛地一缩，
他终于明白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了。下面来往的队伍很多看似是临时凑合而成的队伍，然而在他们行走间却总是不经意地露出一些只有经过长久配合才能发挥的默契的举动，似乎真有点不对劲啊。紧皱着眉头，萧炎将嘴中的草根吐出，眼珠转了转，然后小心翼翼地从草丛中钻出，轻手轻脚地对着密林之中窜去。萧炎的衣衫上被他涂满了一些草叶枝叶所绘的绿色条纹，这能够让他极为安全地隐蔽在密林中而不被发现。在密林之中，隐藏在暗处的萧炎又是看见了2、3波分开的5人小队，躲在暗处细细地观察着这些佣兵队伍的举动。片刻后，萧炎能够确定，这些看似是来捕获魔兽的佣兵，其实是在寻找着什么。接着丛林的掩护以及一些植物枝叶对身上气味的隐藏，萧炎成功地避开了这些佣兵小队和那些在林中散步的魔兽。经过半个上午的四处游走探测，萧炎终于借助着一个偶然的机会知晓了这些佣兵小队的身份。狼头佣兵团，啧，看来把他们那所谓的3当家给杀了，还真是捅到马蜂窝了呀。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萧炎也是小小的惊愕了一下。妈的，躲了一上午，憋了一肚子气，活该你们倒霉吧。躲在阴影处，萧炎望着那逐渐走进密林深处的一支5人小队，轻声冷笑道。这支小队被萧炎盯了不少的时间，5名5星斗者，萧炎自认能够将他们吃下，而且由于进入了密林的缘故，他也不用怕被另外的队伍看见，然后被包了饺子。尾随着这支小队钻进密林之中，萧炎却并未蠢的立刻从正面动手，静悄悄地躲在一旁的丛林中，犹如守候猎物的毒蛇一般，耐心安静地等待着。在萧炎一直尾随着小队行走了一段距离之后，队伍终于是停下来进行着休息。在休息之时，一名佣兵便是慢腾腾地离开了同伴，对着一处小树丛缓缓走来。拐进大树后，佣兵刚刚掏出家伙，面前便是一黑，紧接着喉咙一疼，意识迅速模糊。在佣兵小姐之后不久，便是忽然发出一声因为惊慌而变得走调的喊声：有魔兽，3阶魔兽。听得他的喊声，那几名刚刚休息完毕的佣兵顿时一愣，其中一名佣兵对着低头仓皇逃过来的同伴笑骂道：你他妈的昨天晚上被女人吸干了吧？这是魔兽山脉的外围，有个屁的3阶魔。骂声还未落，低头的佣兵便已冲到了他的面前，一抹寒光骤然爆射而出。这名佣兵未完全脱口的骂声顿时凝固在了喉咙中，闪电般的解决掉一名佣兵。低头的人影身形猛然一错，手掌一抬，凶猛的吸力将最远处那名正在愣神的佣兵吸扯而过。手中匕首猛地一弹，狠狠地射在了被吸过来的佣兵喉咙之上。是萧炎！萧炎！短短10来秒的时间，2名5星斗者便是这般轻易地被伪装的萧炎结束了性命，而另外2名佣兵也终于是回过了神来。一名年纪偏大的佣兵忽然一脚将自己身旁的同伴踢向了急奔而来的萧炎，手掌快速地从袖口中划过一截短笛，放在嘴中刚欲吹动，黑影闪掠身前，蕴含着凶狠力量的一脚顿时狠狠地踢在了他胸膛之上。噗嗤，一口鲜血从嘴中狂喷而出，借助着劲气的反推之力，这名佣兵身体在半空划过一道抛物线，用尽体内的最后一丝力气，将嘴中的哨子吹出了一节短暂尖锐的音波。音波从短笛中送出，然后从4面8方扩散而出。脸色阴沉的手起刀落，萧炎将未完全断气的佣兵彻底解决。抬头望着密林之外，那里人影竟然开始飞掠而来。妈的，小看这些家伙了！低声骂了一句，萧炎也是转身就跑。唧唧，当萧炎转身逃窜之时，身后的密林外大批的哨音不断地吹响着。这一刻，所有的佣兵都是飞快地对着密林方向赶过来。抓住他！身后的大批佣兵卖了命地追赶着前面那若隐若现的背影，一声声大喝不断地在密林中响起。靠，真的完蛋了！瞟了一眼身后大批的追兵，萧炎嘴角一扯，有些郁闷地摇了摇头，然后借助着身体上绿色斑纹的掩护，不断地在草丛中窜逃。再次奔跑了一段距离，萧炎脸色忽然一变，回过头来，
只见那佣兵队伍的最前排，一名脸色阴沉的中年男子正健步如飞地狂奔而来。见到萧炎回头，他脸庞上浮现一抹森然的笑容，低低的咆哮声穿过草丛的阻碍，钻进了萧炎耳中。小混蛋，今天我就要你葬身在这魔兽山脉之中！